嗨，大家好，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是 PathMapper 这颗电池。随着我们在 Grasshopper 里面的使用次数还有需求增加，应该可以慢慢的体会到，在 Grasshopper 里面对于资料结构的熟悉程度越高，我们就越能灵活自由的去建构出自己想要的模型，或者呢是自己想要的资料处理方法。那 PathMapper 这颗电池是用文字编辑的方式来对树状的结构做资料的调整。那我们就像编号033那支影片一样，我们在一开始先叫出一个 radio， 可以到 Vector 标签底下这边选择这个 radio。好，然后在尺寸这边先给它输入个2，让它稍微大一点。在前面的这个预设的 plan 这边一样按右键选择 extra parameter， 然后把这个 plan 选择隐藏。这么一来呢，我们就会只单纯的看到这些放射状的网格。那接着呢，我们可以使用 Parent Viewer 来观察一下它的资料结构状态。好，我们把它送进来。那可以看到，它目前呢这边总共有5个资料夹，也就是有5个 branches， 然后每一个资料夹底下呢有20笔档案。那接着我们就使用 PathMapper， 我们到 Set 的标签底下，在 Tree 底下这边，我们选择这一个 PathMapper。好，我们点2下进去，那可以看到左边这边就是我们的参考来源形式，右边这边呢是我们的目标形式。那它这边的输入方法跟我们在前面034这支影片有练习到的 Split Tree 的输入方法很像。我们会需要针对资料夹名称来做完整的叙述。那这边的话会使用 placeholder， 也就是占位符来做命名。那这也是在写程式的时候常用的一种方法，就是用一个名称代号来示意我们想要带入的东西是什么。那前面这个资料夹的名称这边是0分号0分号0，然后在大括号里面。那我们在 PathMapper 这边，我们在 Source 这里就需要输入 A 分号 B 分号 C， 一样大括号给它。那在这边这个 ABC 就是占位符，那这边你可以输入你想要的名称，比如说像是XYZ 这样也可以，或者呢你是想要输入 first， 然后 second third， 这样子也是可以。那为求方便，我们这边的话就直接输入 ABC 这样。那参考来源的形式跟我们目标形式，它的占位符描述必须要是一样的。比如说这边用 ABC， 那这边右边也是需要用 ABC， 只能少不可以多。那我们就在右边这边也一样输入 A 分号 B 分号 C 大括号。那假设现在我想要把它后面这里0、1、2、3的这个资料夹名称，我每个都想要给它加1，也就是本来000的这个资料夹，它会变成0分号0分号1，然后本来004这个话会变成0分号0分号5这样。那我们就可以在这个 C 的这个位置，也就是它后面这里有数字变化的这一格，我们在这边可以给它输入加1，好，这样稍微调整一下，然后我们把它送进来。这个时候呢，我一样再复制一个 Parent Viewer 给它，我们可以观察一下。那可以看到，我们经过 PathMapper 这个加1的编辑之后呢，它每一个资料夹的名称就变得是有加1的了。那同样，它后面这边并不会去针对我们里面的每一个档案去做调整。那我们也可以试着再多调整一下，这边再叫一个新的 PathMapper 下来。比如说，我想要把这边每一个资料夹的名称把它变成是偶数的，所以我们在这边把它改成是 C， 然后输入一个乘以2，这样好，我们也可以看一下。好，它就变成了是02468这样子的命名。那如果我们想要让它
前面这边呢是多行的输入的话，也是可以的。我们把这个 ABC 复制一次，同样这个 source 的参考来源的参照，我们也是需要再复制一个给他，然后在 target 这里，我们一样创一个新的。比如说刚刚是偶数嘛，那这边我把它变成是奇数的。好，那这么一来呢，我就会同时包含了有偶数名称的，可是又有奇数名称的。但是这边留意一下，它的这个 branches 的数量就变多了，然后总数也会变多，这边变成的是200个。我们这边一开始是100个，我们可以用 tree branches 观察一下。这边我先给它 simplify。好，假设我这边先给它0到6的范围，0、1、2、3、4，这边是先把它变成是偶数的，也就是0、2、4、6、8这几组。然后接着我们又再把本来的把它变成是奇数的，也就是1、3、5、7这几组。也就是说，新的编号的0跟1，其实它都是对应到本来旧的这个编号0。新的编号2跟3的呢，它都是对应到本来的编号1的这个资料夹。好，我们可以看一下0跟1都是在这个位置，然后2跟3都是在同样这个位置。这样，本来的资料夹名称里面的档案，我们同时又把它复制了一次，可是把它改成是奇数名称这样子。那我们在目标这边呢，我们有写到一些这种像数学公式的方法，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 help。好，它这边下面有提示说 placeholder 的名字必须要跟Grasshopper 里面 expression 它的变数命名的方式跟规则要是一样的。那我们就可以看一下在Grasshopper 的 expression 里面，我们到 Math 标签的底下这边选的这个 expression。好，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点2下进来，然后在它的右上角这边有它的一些清单，我们可以来观察一下。好，它这边就有很多对于一些不同的函式的输入的方法。那像在这边有针对将小数点化整的方法，像是 ceiling 啊，或者是 floor， 还有像是这种 if else 的判断。好，那我们在这边就可以先试着改一下。我这边复制一个新的 Path Mapper 下来，比如说我想要在后面这边把它改成是 sin 的函数。好，在这边就这样输入 sin， 然后小括号里面输入 c， 这样好，这边按一下 OK，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它后面的输出，所以这边就会变成是介于-1到1之间这样子，然后把你的资料全部都汇整到新的资料夹编号底下。可以改一下，比如说我把它改成是生密的。好，我们这边给它一个 power， 然后是在 C 这边我们给它做平方。好，可以看一下，本来的0、1、2、3、4就变成0、1、4、9、16这样子的编号命名。那刚刚还有看到 if else 的判断，我们也可以在这里试一下。比如说我现在想要把编号2的这一个把它改成是编号9，让它排到后面去，我们就可以在这边输入 if。刚刚是说编号2嘛，所以是在 c 等于2的时候，那我们在这边写的等于只要一个就好。那一般我们写程式会需要输入2个等于嘛，这边只需要输入一个就好。我们在 c 等于2的时候把它替换成是9，那其他的也就是在 else 的时候，我们是让它维持本来的 c。好，那这么一来呢，它就会把它变得是只有在原来2的那个位置，它会把它变成是9，其他的呢就会按照本来的0、1、3、4这样子继续往下排列。
那如果你想要针对这个名称，比如说你只想要把原本的这个2把它改成是单纯的像是这样子的形式的话，就是你不想要前面有这个00的话，我们就可以使用 Grasshopper 里面针对 path 名称修改的电池，到 set 标签底下这边选择这个 replace paths。第一的话是输入所有的资料来源，然后在 search 这边是我们想要更换的参考来源，也就是刚刚是编号2的这个资料夹名称，然后在 replace 这边就是我们想要替换的。好，我们在这边我先把这里这个所有的网格这边先把它输入进来，然后在 search 这边我想要的是0:0:2这个资料夹的名称，但我们在这边可以使用另外一个电池叫做 Tree Statistics， 它一样可以针对树状结构做进一步的资料显示。那这颗电池我们在前面也有练习过，这边会针对它的 path， 也就是它的资料夹名称全部把它列出来。那在这边我们可以用list item， 比如说我刚刚是想要第2个，也就是编号0:0:2的这个，我们把它送进来，然后在 replace 的这个资料夹名称这边呢，我们就直接输入，一样会需要给它一个大括号9，好，这样输入进来。那这么一来呢，我们再看一下，这边呢，我们就将原先的002把它变成是大括号9的这个资料夹名称了。那在 Path Mapper 里面，针对资料夹名称做修改的话呢，它是对一个整体的调整，它的大原则是不变的。比如说在前面这边，它一样在 A 分号 B 的这个位置，它一样都是先维持0:0这样的一个逻辑跟规则。所以它没有办法说真的去做很单一的一个调整，比如说像我们这边是想要把其中一个变成是完全不一样一个新的规则的命名的时候，我们就会需要使用到的是 replace path 的这颗电池，它在前面的输入端这边同样的也是可以输入多个资料夹的名称去做修改的。因此如果只是单纯的想要更改资料夹名称的话，使用 replace path 是比较灵活的。那我们有几种常用的资料结构处理的方法，像是 simplify、flatten、graft 这些，我们也可以都试着用 Path Mapper 来做做看。假设我现在先来做做看 simplify tree 好了，我把它送进来，我这边先给它整理一下。好，这边使用的是 simplify tree， 然后我把上面的 Path Mapper 叫一个复制下来。把它接过来。好，我们如果是 simplify tree 的话，它的后面会变得是很单纯的，只有最后面不同的资料夹的名称。比如说，它把前面同样重复的0:0这边，它都被剔除掉了。也就是说呢，我们在后面这边原本的 A、B、C， 我们只需要保留 C 就可以。好，这边 target 这里我们只能少不能多，所以我们把原本的 A、B 去掉了。好，这边我们看一下 OK。好，我们一样后面接一个 viewer 给它，那可以看到它这边的资料显示跟我们用 simplify 是一样的。好，那接着我们可以看一下 flatten tree， 一样这边接一个 viewer 给它，它全部呢都被压到是在编号0的资料夹底下了。好，这边我一样复制一个 Path Mapper， 我们这边都把它改成是0，一样这边接一个 viewer 给它。好，可以看到，那我们把它的这个 target 把它全部都变成是在同样一个资料夹名称底下的时候，它就会是等同于 flatten 的作用。好，那 graft 的话呢，是把我们原先底下每一个档案，它都变成是独立的资料夹，每个都升一阶，也就是它会变得是一个资料夹底下
又有20个资料夹，然后每个资料夹里面有一个档案，这样。好，那一样这边再给它一个 Path Mapper， 这里我们这边会需要的一样，前面 A、B、C 我们先给它，但是呢，我们这时候有做的升阶，有针对到说把本来每一个资料夹底下的档案独立出来，因此呢，我们会需要在 Source 这边增加对资料夹底下每一个档案的描述，也就是每一个 item。那如果要针对 item 来做描述的话，它的写法是使用小括号，然后里面再去做你的 placeholder。那我们一般的话就是使用一个小 i 来做命名。那如果我们需要针对每一个档案做升阶的话呢，就是我们在 C 的后面这边，我们再给它新增一个分号。那这样子的命名其实就等同于是升阶了。好，在这边一样复制一个给它，可以看到在 Viewer 底下它的资料夹的状态是一样的。好，那还有另外一种常用的资料处理方法叫 Flip Matrix， 在这里是可以把资料夹跟它底下档案排列的顺序翻转的一颗电池。我们这边先使用它的中心点的方法来观察。好，我在这边直接把它接过来，这边做隐藏。好，我稍微放大一点。好，可以看到现在在同样一个颜色底下的呢，它就是在同样的一个资料夹，它原先是朝这样子环状的排列，紫色这边是一圈是一个资料夹，绿色这边一圈是一个资料夹。资料夹跟档案做翻转的话，意思是它会变成所有底下编号0的变成是一个资料夹，变成是一组，所有1的变成是一组。我们来观察一下，它就会变成像是这样子的排列。这个是翻转前，这个是翻转后。好，这边就变成是朝这样子放射状排列。那如果我们想要用 Path Mapper Flip Matrix 的话呢，我们一样先复制一个。我们原先的是 ABCI， 我们是把它的资料夹名称跟档案进行翻转，所以我们在这边只需要针对它 C 跟 I 的位置来做一个调换就可以了。我们可以看一下，这边一样把它接一个 Viewer， 那可以看到它跟 Flip Matrix 做出来的这个资料的状态就是一样的。好，在这边我一样把它接过来看一下，这样好，它是一样的结果。那我们用一般内建的这颗 Flip Matrix， 它有一个限制，就是它的资料夹名称跟档案，它不可以有再更多的阶级了。比如说，我现在就是单纯的一个资料夹底下，然后20笔档案这样子去做反转。可是呢，如果我是在一个大的资料夹底下，然后有比如说又有一些资料夹，然后又有在这些资料夹底下又有档案。然后我是只想要针对这里面的资料去做翻转的话，我们用这颗 Flip Matrix 来做的时候就会报错。好，比如说我现在先简单的针对我们这边的环状的圆，我们先给它做一个分组，让它变得是有层级的状态。我在这边让它是5个一组好了。好，我们可以先观察一下分组之后的编号名称。好，可以看到它就变得原先是这样子，0、1、2、3、4，然后这样一直排到19，它现在就变成是0、1、2、3、4这样是一组，1/4个圆是一组。好，可是在这个时候，如果我们要来做 Flip Matrix 的话，它会变得是红的，因为这时候我们的资料夹名称等于是说它在前面这边又多了一层一个阶级，那这时候我们就可以使用 Path Mapper 来做调整。这边我再复制一个 Path Mapper 下来。好，我们现在原先的000呢，它这边又再多了一阶，会再多了一个阶级，所以在这边需要再给它一个 D。那我们要做翻转的话，一样是将它的 I 跟我们想要的目标的资料夹名称来做一个调换。那我在这边就把 C 替换进去，然后把原先的
这个 i 把它变成是新增的这个 d 的阶级的位置。好，在这边我们输入一下，按 OK。然后这时候我要调整的就是已经分完组，就是已经新增多一个阶级的这个树状结构。这时候我们再把它送到 Path Mapper 里面来的时候，就可以观察到它就会变得是针对底下的资料夹跟它更下面的档案来做一个资料的翻转。我们可以画线来观察。我在这边输入一个 Polyline 给它。我们可以先观察一下最原先的呢资料排列的划线状态会是像这样，它是环形的。好，那我们把它分组之后呢，等于是想要把它0、1、2、3、4这样变成是一组，会变得像是这样，每1/4元就断掉。那如果我们只针对最原始的这个圆做 flip matrix 的话，我把它替换回来，我们来看一下。好，它就会变得像是这样子放射状的。那如果我们是把分组后，从原先，然后把它做分组，它就会变得是像这样子断掉的。那我们现在是在这个已经分组成每1/4个圆的底下，我们又将它去做 flip matrix。我们先用 split tree 来观察一下它现在的分类的一个状况。我这边一样先给它 simplify， 这样我只要输入比较少的名称就可以了。我现在想要观察所有在0分号底下的，所以它是最里面的这一群是0。好，我们现在先观察最外围这一群好了，因为它比较大。好，那我现在如果只是想要针对在这一个阶级底下去做资料翻转，也就是我想要把这一个阶级底下的每一个0变成是一组，然后这一个阶级底下的每个1变成是一组，然后在下一个阶级，我这边把它改成3，它就变成是中间这边亮起来，它的每个0变成是一组。我现在做的 flip matrix 等于是想要做这样的调整。好，那我们就可以来观察一下它 flip matrix 之后的连线的状态。好，可以看到它现在在同样的颜色底下，它就是同一组，所以它画的线起来就会变得像这样。好，那这个的话也就是封面的连线方式。然后还有另外一种常用的功能是，我们点2项进来，可以看到它下面这边有提示说，我们也可以在 Target 这边输入像是下方这样子的一些提示，像是在这里我们就可以输入 Item Count， 它这边就会统计告诉你说它目前所有的这个 item 的数量是多少。那有另外一个蛮常用的是，我们可以使用的是这个 Path Index。我们可以用 Tree Statistics 来看一下，这边是我们已经分完组之后它的 path 名称，它的 path index 就是指前面这边的这个 index 是很干净的0、1、2、3、4这样子的一个排列，虽然后面这边的资料夹名称它是有一些阶级存在的，可是如果我们这边把它重新命名的原则是使用 path index 的方式，等于像是我把我现在所有的资料夹名称把它重新从0、1、2、3、4、5、6这样子的一个排列。好，我们可以在这边给它一个新的 path mapper， 然后在这个大括号底下这边，我们按照这里的提示输入 path， 然后底线index 这样。那这么一来呢，我们会得到的就是已经很干净的重新命名过后的这个 path 名称。那这个重新依照顺序来命名你每一个资料夹名称的功能呢，在一个插件 Tree Sloth 树懒里面也有同样的功能。这里这个是我已经有安装树懒之后的电池，那这个插件其实还蛮常使用到的，它有很多针对 Tree 的编辑，
建议大家也可以去安装。好，我们来回顾一下，今天介绍的是 PathMapper 这颗电池。一开始呢，我们先透过简易的去更改它的资料夹名称来熟悉。那接着呢，我们带入了一些数学公式的方法来更改它的资料夹名称。那对于更改资料夹名称，我们也提到有其他类似功能的电池可以使用，也就是 Replace Paths。那接着呢，我们陆续介绍了几种在 Grasshopper 里面常见的资料处理的方法，使用 PathMapper 做起来的样子，像是 Simplify Tree、Flatten、Graph，还有 Flip Matrix。那最后呢，也有提到它底下有几种对于 Target 映射的特殊写法。我们如果使用 Path Index 的话，可以产生像是重新排序资料夹名称的方法。那同时也有介绍到一个插件叫树懒，它的连结呢，我会放在资讯栏。那刚刚介绍的几种功能，我们也可以针对 PathMapper 这颗电池按一下右键，就会叫出一些简易的已经帮你写好的选单，就不用完全自己从头输入。那个人对于 PathMapper 的使用率其实没有到很高，因为 Grasshopper 内建的资料处理的电池功能非常多，也很够用，而且它互相搭配起来是还蛮灵活的。那在 PathMapper 里面写的这些规则，它是比较难被跟动到，它的专一性很高。比如说，像是我们一开始输入的资料，它是0分号0分号0，但是如果你有去更改资料，你调整了，它变成多一个零，或者是少一个零，那这个时候这颗 PathMapper 它就会报错，就会变成需要手动点进去再重新做修改。PathMapper 它是用比较文字的方式去做呈现，所以阅读起来呢，相对的会比较没有那么的直觉。那当然 PathMapper 它也有它的优点在，像是我们前面这边就有让它针对 branches 来做 flip matrix，那这时候使用 PathMapper 就很方便。那如果你是习惯用文字的方式在处理程式的逻辑的话，或许 PathMapper 就会很适合你。那如果只是想要做一般的资料处理，那就会建议我们直接使用 Grasshopper 里面内建的其他的电池来做。比如我们刚刚有练习到的，想要更改 path 名称的时候，我们就是使用 replace path 这颗电池。那有的时候我们在写程式，写到后面会发现整个资料变得很杂乱、很笨重，变得需要用很单一、很个别的方式去做处理的时候，或许我们也可以回头去检查看看，是不是在一开始资料输入的时候有其他更好或是更有利于后续资料处理的汇整。当我们把一开始资料的结构状态先调整好，就会让后面资料处理的方法变得很简单。那这是今天的案例，喜欢的话记得帮我按赞、订阅跟分享哦。那想大力支持我的你，也欢迎使用超级感谢的功能。